刚准备吃这顿好吃的，被混混扔石头砸倒，他艰难地爬回自己的床上，却又被对方拉回来，两人拿着他的头狠狠地砸了一顿，直到他晕倒才停止。他的名字是百合，他一直是个超有钱的富二代，然而由于金融困境，但小百合不满意现状，想要有所突破，渴望嫁给富有的人。她直到47岁也没能成功，只能靠口才谋生。就在她等着走向死亡的时候，我居然躺在学校操场上了，旁边一个男生正在窥视我。小百合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我老太太一个人有啥好看的？”她问男孩是谁。小百合愣了一下，她顿时全身直起了鸡皮疙瘩。小百合让男人打自己一拳，但她忘了自己高中是个校霸，对方根本不敢用劲，她让对方使劲，男人一拳将她打趴在地，男生立刻跪下来道歉。小百合不在乎，因为她明白自己真的活过来了。突然她停了下来，于是匆忙回家了。到达那个记忆里的房子时，她抑制着内心的兴奋。じゃん、どうやったらそんな一瞬でなくせるわけ？とにかく頑張るから、また家族みんなでやり直そう。いや、ボロアパートなんて絶対嫌。さゆり、あんたみたいな親もういらない。さゆり！小百合一下子傻住了，她泪流满面地冲进爸爸怀里，她绝不会让家族再遭受悲惨的遭遇。突然穿越了，让小百合惊呆了，也许可以重新开始人生的想法出现了。小百合一到家就开了淋浴，疯狂地擦拭左手，试图消除那段痛苦的回忆。我决定再也不让那种可怕的未来发生。第二天，小百合战战兢兢地去了学校。然而已经过去30年了，47岁的阿姨内心隐藏着一朵小百合，对过去的记忆有点模糊。就在小百合准备适应高中生活时，一个人突然拦住女孩，号称年级第一的女帝。小百合高中时候的宿敌，甚至他们互相对视，大家都被吓得不轻。但眼前的女人小百合完全没有那种样子，面对女人刁钻的取笑，小百合居然说了：“我们是要好，是朋友吧？”白石被意外的回答弄得说不出话。大家都知道的大坏蛋，竟然在这里假装清纯，气愤的自石立即分身，说完狠话就走了。来到班级后，和年级第一的百村打了个招呼，却被百村瞪了一眼。小百合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一辈子怨恨你，毫无表情地说道。高中女生都这么小心眼吗？看到全班同学一脸茫然的表情，小百合开始意识到重新开始可能有一定难度。放学后，班主任找到了小百合，为什么昨天提前走了？看着友善亲切的班主任，小百合赶紧鞠躬道歉。确实是个惹人讨厌的女人，一直以来都把老师们气得够呛。真没想到你这么会藏事情。班主任吓得后背都湿了，于是轻声说：“我只是想告诉你对不对，让你改正一下，别想太多啊。”但这些话让小百合回忆起自己中年的困顿。我这样的人还有机会重新改过吗？想到这，小百合流下悔恨的眼泪。听着老师的鼓励和指导，让小百合重新有信心。但突然一顿饭直接砸在小百合头上，但是小百合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还很开心。我拿起饭团对着白石说：“别小瞧了饭团，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”面对白石的取笑，小百合爬上高台，声嘶力竭地宣布：“我要重新开始了。我退休的规划，新鲜的面包和新鲜的黄油，变味了的牛奶，让眼前这个漂亮女孩迷得神魂颠倒。”听到鱼子酱要过期被扔了，小百合着急地从垃圾桶里找到了鱼子酱。给父亲讲道理，你不知道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吗？避免中年凄惨未来的首要行动是广交朋友。小百合充满信心地冲向了同龄人的社交圈。小百合满怀期待地打开教室的时候，她对眼前的情景感到非常失望。总是和自己过不去的女皇自石，不满自己的学霸百村，怎么才能认识更多的人呢？小百合束手无策，望向旁边的慎二，这不是昨天那个笨蛋吗？于是我走向慎二开始聊天，但是从慎二的表情来看，显然他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毕竟他昨天才给了这个坏女人一个大打击。凭借小百合的霸道势力，那不是让我立刻重生吗？但是小百合居然坐在慎两旁边吃起了便当。你看到这个午餐够不够意思？笨蛋真的很羡慕现在看到的小仙女。慎二只会傻笑，就连小百合的微笑在慎二眼中也十分迷人，仿佛恶魔的低声细语。小百合看见慎二的相机后，主动要求让他给她拍照，说完就摆 pose， 这让慎二更加困惑不已。这时候白石让慎二去跑腿，让人看着很不舒服。对于小百合，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对此事提出了疑问。面对白石的质疑，小百合只是想和慎二交朋友。快要发生一场惊动全校的大战了，慎二还是选择匆忙的去跑腿，对付追赶上来的小百合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找我做朋友？
得罪了白石就会惹上麻烦。不用解释，悄悄地溜走了。但是我想和你成为朋友，多多少少还是勾动了慎二的心。回到家的小百合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心想交朋友真的好难啊，但突然感到犯困了。一段熟悉的记忆浮现，突然看到慎二被欺负，小百合想努力看清凶手的模样。女孩为了交朋友，居然偷偷跟踪男孩。男孩突然刹车，把女孩吓到了，她赶紧躲进一个角落里。女孩模仿着47岁大妈的秧歌舞姿，居然只为了给男孩带便当。昨天小百合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欺负过慎二，这才给慎二带来午饭。但反过来想，我还没有做过。我改变口吻是为了和慎二交朋友。慎二把昨天拍的照片递给了小百合，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。小百合看到照片后对慎二赞叹不已，第一次被人认可。慎二小声地问：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小百合终于交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。但是我们通过交友结识的朋友，真的能够成为有长远价值的人脉关系吗？靠关系拉一把的朋友圈，当利益消失时就会立刻崩溃。真正的人脉不是只在困难时候才找人帮忙，而是当别人有困难时，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帮助他们。只有保持独立的关系，才能算是有人际关系的朋友。百村冷漠地找到慎二，带着些许嘲笑的口气对他说：你以为和小百合做朋友就能得到保护吗？慎二还有说法，然而百村又返回了：我劝慎二别被人利用，那种人不会真心交朋友。但想起小百合夸赞自己时的表情有点好笑，慎二还是忍不住相信小百合了。我这边刚刚被抢了，白石给慎二惹麻烦了。慎二用相机拍了不该拍的照片，看到自己心爱的相机被人乱摆弄，慎二想要抵抗，却被猛烈的推倒，相机就扔到一边了。看着慎二不满的表情，石生气地冲上前去踩相机。就在紧要关头，小百合用身体挡住了相机。所有人都被小百合的行为给吓呆了，她还是那个有超能力的女坏蛋吗？小百合慢慢站了起来，生气地让她向我道歉。后来她真心地说：如果你想道歉，就现在赶快行动吧，别等到错过机会后才后悔。身体受伤容易治愈，但心灵的伤痛很难痊愈。然后就把相机递给了慎二手里。然后我解释了一下之前为了预防老化问题而和慎二交朋友的原因。看着孤独自语的小百合，白石伸出右手，结果却用左手挥向小百合。但是有个胖子挡住了小百合的攻击。我没有拍摄隐私照，随便你看看就好了。我没拍什么丢人的照片，可能这才是真正的社交圈子。7956，这种简单到小学生都熟知的99乘法表，让眼前这个美女高中生感到为难。避免中年危机的另一个重要支持是持续学习。但以前的小百合凭借无穷无尽的财力，认为学习是穷人们唯一的希望，这让小百合的学习能力现在连小学生都不及。看着一堆高高在上的教科书，小百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还莫等他发言。我也是个傻瓜。于是他们俩看向了成绩最好的百村，但是百村身上散发出来的东西让人感觉无法靠近他。想起了百村警告自己的话，小百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不再继续下去，但还是决定试试向百村老师请教自己学习。但结果不出所料，你是傻瓜吗？肯定麻烦呀。再次尝试后，小百合并未放弃，毕竟没提高成绩，中年时可能仍会选择捡垃圾维持生计。小百合重新振奋起来，下定决心要依靠自己来提高成绩。我要成为一个勤奋学习的骷髅，但要重新追赶荒废的学业并不容易。小百合拼命学习，在百村看来简直是个笑话，嘲笑人家小百合你永远也学不会啊。晚上半夜，百村的便当店刚关门，发现门外一直等着的小百合，不想搭理小百合，百村决定装作没看到。但这时候肚子突然咕咕叫了一声，转眼间小百合迅速开吃了便当，纷纷赞美着她的美味。原来看起来很酷的女生内心都是很脆弱的。百村不厌烦地说：你再夸我也没用，我不会帮你的。他想起了小百合责备他的情景，穷人只会读书学习，太可怜了，成绩这东西不就是花钱买的吗？你好像不太聪明。发现自己以前对百村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，小百合立即向百村走去，脸上带着歉意，诚恳地道歉，并表示无论怎样，只要能让你释怀，我都可以接受惩罚。没想到话还没说完，百村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小百合战战兢兢地站起来，期待着百村能通过这样做来平复心情。但百村冷漠地回答道：你说的对，贫困的人只能靠学习来改变命运，甚至有可能因为经济困难无法进入大学。说完就走，但小百合坚决表示不是这样的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能够专心学习的人比有钱人更厉害。我想要成为像百村一样的人。小百合说了一番话，
让百村有所感动。但是学习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吗？贫困的家境一直在打击着百村矛盾的内心。小百合不愿意接受百村的说法，她准备驳斥他。小百合却出乎意料地说道：我和你约好了，如果我能通过补考依靠自己的努力的话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当你朋友的机会？也许百村真正不满的不是小百合，而是因为他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信念，看着小百合在困难重重的学习道路上比自己更加坚定。百村最后放弃了。你做不到的，只记住零星知识点，无法掌握全部内容，这样行不通。我会在放学后的半小时教你，让我看看你能否真正改变，最终获得百村的谅解。开始了骑马赶路的行程。俗话说，遇见导师容易，遭遇良师难。在百村的悉心指导下，小百合慢慢从一开始的不懂装懂，变得越来越熟练了，甚至直面女帝的嘲笑。女帝沉默无语，看着百村自如的学习。小百合对眼前这个女孩崇拜万分，以为小百合的学习会一路顺风顺水，但是意外的，第二天百村居然找到了小百合。我不能继续陪小百合学习了。小百合听到这句话后，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不动。小百合觉得自己再次惹恼了百村，于是找到慎二倾诉。但是慎二告诉我，百村家里出了点问题。百村的父亲玩赌博输了家里的钱，百村的便当店本来就面临着经营困难，而现在更加艰难了。小百合听到后决定帮百村一把，要有一颗愿意帮助别人的心，因为这也是人际关系的一部分。这边百村还在为钱的问题担心，小百合小心地提议帮忙百村想办法，但百村觉得小百合无计可施。小百合看了一下预算，发现只够买蔬菜和米饭，然而突然有了灵感，然后欢呼雀跃地开心起来。看着眼前的小百合，百村心里充满了思绪，他是不是学习过头了？会不会把自己搞坏了脑子？带回30年前，如果把现在的营销思路用上，会是什么感觉？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孩，凭借未来30年的市场策略，将普通食材变成诱人的健康小食。面对这种打击，人人都惊讶不已。看着有趣的食物组合，众人一副很幼稚的样子，百村尝了以后特别喜欢，但他马上否定了小百合。哪有便当店只卖一种味道的？小百合不同意，他说要是开个高级的便当店会怎么样呢？这样变得很迷人了吧？时刻品尝的不仅是菜肴，如果成为热门话题，肯定会卖得很火。他说完后，让慎二拿起相机拍宣传照片。看着吹牛的小百合，让百村重新看看眼前这个毫无常识的大小姐。其实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，我们是否能够在实践中付诸行动并坚持下去？百村最终决定克服成见，勇敢参与讨论。然而女帝却暗自注视着这一幕。小百合还在半夜独自为数学题发愁，这时接到百村打来的电话。当得知便当卖得火爆时，百村非常诚挚地对自己表示感谢。小百合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别人需要和认可的感觉，但总会来的，还是不过关。但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一次做成。对人际关系广泛的、对学习充满热情的小百合，向着好的方向努力着前进。这个漂亮姑娘不清醒地躺在破烂的沙发上，面对无法无天的恶人侵害，女孩很疲倦地努力着。但只有一个脆弱的女孩，在学校里，她以冷酷的性格和迷人的外表出众，被尊为女王中的霸主。有没有人觉得美女也有烦恼啊？我站在石头前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画板，完全陷入了思考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普通男人告知，用这种油腻的培训方式能成功，真是奇怪。走进教室时，发现小百合正全力以赴地写着，一想起上次吃的情景就气得不行。他们互相对视着，教室里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，仿佛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。假设防止中年危机的第3重要因素是长相。小百合的美很清新和特别，那女皇的美貌太吸引人了，她的独特外貌让人们赞不绝口。面对别人的赞扬，石青瞄了一下，还自以为是地说着，连续参加2天联谊真的好累，这种蠢货也想尝试一下。没想到这句话让小百合特别注意到了，想起以前的事情，如果你们父母知道了，他们会很伤心的。但自食却不在乎，回应一句就离开。一个让人瞩目的自食总是吸引着大家的目光，凭长相结交的人脉靠得住吗？小百合晚上还在拼命学习，突然电话响了，小百合接了起来。慎二很急切地喊了过来，小百合气喘吁吁地赶来见慎二，一脸疑惑，竟然发现白石还没回家。两人害怕，所以赶紧走了，但是又担心白石的安全，所以找慎二帮忙。听到这话的小百合愤怒地问他们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照顾他，这不是朋友应该做的吗？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白石。于是大家分头行动了。虽然大妈穿越回17岁，但她的体力似乎还停留在大妈时期。小百合跑了一小段就累得停了下来。慎二让小百合去休息，突然
小百合感到有点不对劲，就问慎二和白石有没有关系，才发现他们竟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他还有个当画家的梦想，但由于父母希望白石接手家族生意，这导致白石最近叛逆的情况变得更糟。小百合被白石的另一面吓到了，真是让人惊讶。这边石正深陷困境了，看着那张白纸就要变成一幅色彩缤纷的山水画。关键时刻，二不容迟疑赶到现场，下次能不能再准点一点？面对个子大力气大的大块头混混，但个子娇小力气不足的慎二，能帮白石脱离困境吗？冲过去被推倒，又再次被推倒。即便实力相差悬殊，但对美女来说，哪个男人会轻易放弃？当混混要给慎二最后一击时，但是小百合及时阻止了他，狠狠地敲了混混的脑袋。这是感觉有点私人恩怨在里面吧？没想到百村也来了，还说他只是顺路买食材而已。你确定现在这么晚还能买到食材吗？然后小百合开始教训混混，安慰了一下受惊的白石。这里不愿意甘心的人站起来，还打算最后抵抗一下，被百村的正直拳一击打倒，进入梦乡。你才是傻瓜啊！我有说过我是空手道二段吗？同情混混一瞬间帮助混混小百合给慎二处理伤口。这时百村主动质问白石，但是石头却没有领情，连个谢谢都不说。不是我叫你们来的。小百合了解时的困扰后站起来说道，希望你能保证以后不再陷入危险的境地。石刚想要反驳一下，但是我还记得小百合最近发生的变化。我突然闭上嘴，外表强硬的人内心更脆弱。在小百合的温柔安抚下，实在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委屈，大声抽泣着，无助地说，我的人生该怎么办呢？随着哭声增大起来，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即将爆发出来，太厉害了。然后大家能否通过外貌来讨论一下？可是长相总有改变的可能，相比较于长相带来的视觉冲击，交流时的情绪至关重要。不同的心情影响着我们说出的话语，传达出来的信息完全不同，更容易被接受。喜欢你？咦，不喜欢你？颜值不重要吗？一个人的容貌是他对生活态度的真实映射。20岁是大自然给予的颜值，30岁是你的展示，而50岁是你的成就。一个人的外表会随着年龄变化，反映出他的生活方式。我听说过揭示颜值真相的自媒体，仔细思考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。虽然我喜欢画画，但实际上石真正想保护的是父母辛苦经营的公司。白石的困惑不是因为父母希望他放弃画画继承家业，而是他担心自己只有颜值而来继承的话，可能会糟糕地影响这个重要的地方。这位冷酷的女帝居然是个超级孝顺的女儿，在小百合的帮助下改善了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改变过的方向。我很意外地对小百合表达了感谢之情。不客气，到现在的靠自己努力，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解脱。迄今为止的密切4人组，小百合的未来确实在改变。百村是年级第一，但家境不好，所以对学习的价值非常清楚，不只得管好自己的学业，晚上还要帮着照顾自家的便当店。但因为有个赌徒爸爸，让百村开始怀疑学习能否改变人生。小百合现身了，让百村重新对生活充满期待。但当百村坚信自己可以逐渐改变自己的困境时，这两人的出现完全成了压垮百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欢迎光临。这天百村正充满干劲地经营自己的便当店。这时候小百合和另外2个人来到了百村的便利店。看到小百合等人的到来，百村累的脸上露出一丝开心。几个人开心的聊天，一直夸百村的厨艺。百村商量好等便当店稳定后再加入养老计划。回头路上，大家对百村对家庭的付出表示了赞赏。想起自己曾经无情地离开父亲，小百合突然变得正经起来。如何能够不关心家人呢？2个人看到小百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时，都觉得很尴尬。然后其中一个人开玩笑说，你是不是个云游诗人？生活中的种种道理。但突然间慎儿接到消息，赶紧告别离开了。第2天放学后，百村和小百合留下清扫房间，但是因为百村还有一家自己的便当店需要经营，小百合劝百村赶紧走，之后就交给我吧，毕竟摸爬滚打几十年垃圾行业，这不是专业相关的吗？小百合注意到了校门口的喧闹，真不可思议，90年代怎么那么厉害，追债可以这样光明正大。然而正在回校的人正是那晚光顾百村便当店的顾客。看到百村现身，混子头马上挡住了百村的路，然后就把还有点醉意的百村父亲推倒在百村面前。面对被打得满脸伤的爸爸，虽然百村觉得难以接受，但他爸爸却视若无睹。一直吵嚷着催债的恶棍，百村看不下去了，把他剩下的零钱给了混混。求求你，就暂时放过我爸爸。但这点零花钱完全不足挂齿。正当恶棍不罢手，准备继续恐吓，班主任躲在慎儿身后，远远地警告混混。这让混混不再打算。此时我提醒大哥，我们回不了去了，
但是混混头子却说他会先想办法解决。那时的混混真让人生气。但还有些人讲述江湖义气的。待混混离开后，百村质问父亲钱都去哪了。固执的爸爸居然把进货的钱全部赌掉了，还生气的大声抱怨说差点就能赚双份的了。观察着父亲一次次受伤，百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，大声喊出这个熟悉陌生之人的名字。就是你这种人，随便找个地儿喝醉就行了。看着伤心欲绝的百村默默走开，父亲的表情渐渐变得柔和了。百村的反应很正常，但是家人之间的纽带，一时冲动就能完全中断吗？有些家人好，有些家人不好。家人是我们没有选择的，不靠家人，要独立自立，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。因为生意不好，百村决定关门不做便当生意。小百合感到担心，找到了百村，并试图劝说他坚持下去，但百村已经决定不再继续了，并决定不再浪费自己的人生来迎合父亲的意愿。我准备搬离家，自己找些临时工作以维持生计，开始一个人独立生活。但小百合质问百村，你真的能解脱自己和父亲的牵绊吗？百村犹豫了。我慢慢地看着家里的外卖店，为什么爸爸就不肯给我买呢？他真是太穷了。等等，给我买吗？给我买一下呗，我真的好渴望。你会给我买吗？太好吃了，真的很喜欢这个呢。我超喜欢炒剩饭的。是的，虽然我们家不富裕，但味道还是有的。爸爸会让你吃到超级多好吃的东西，那里是百村最喜欢的地儿。但是现在只能成为回忆了。曾经让我敬重的老爸，现在只是个毒瘾大发的败类。突然，之前找过小百合讨债的混混头子又出现了。小百合迅速躲到了百村的后面，但混混说他今天不是来讨债的，只是给百村提个醒。你老爸今天又去赌马了，如果想过稳定的生活，最好让他尽快戒赌。我不想再干那么便宜的事了。百村还没从自责中解脱出来，爸爸摇摇晃晃地回到家门。百村质问他爸，你又去赌了吧？百村的回答肯定是肯定的，生气地转身走开，对着爸爸摆手告别。父亲突然掏钱递给了混混，这是我爸爸辛辛苦苦搬砖2个半星期换来的。拿出钱的父亲笑着说，我要去赌博，一拿到钱就想立马冲过去，但我还是没有下注，因为一旦我下注了，可能再也见不到我最心爱的女儿了。然后爸爸真心地向百村道歉，很抱歉，爸爸没能兑现承诺。我最爱吃炒饭，只因有你陪伴我，我能全力以赴。可是我却，抱歉，有些故事没法完美收尾，我不想再拖你后腿了。但是实际上，无论你去哪里，都要照顾好自己。但我只想享受亲情的美好。错了吧？你得遵守我们的约定，还得多给我做好吃的饭。辛苦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剩下的东西里不还有好运吗？所以，我们一起努力，直到幸福来临。爸爸，我发誓不会再违反协议。深夜寂静的时刻，4个单身男女来学校冒险，但就在说话的时候，一个人不翼而飞了。就在大家都惊呆的时候，慎儿突然现身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，真是意外啊！但当大家在批评慎儿的恶作剧的时候，慎儿突然改变话题，说自己有点事，就先走了。预防中年危机的第3个重要因素就是保持健康。流淌着青春的汗水，充满激情的空气，弥漫着健康的味道。小百合带着大家参加了运动俱乐部，看着大家喘着粗气的样子，年轻真是太好了。紧接着，他带头让大家一起刷牙。咱们出门不刷牙吗？毕竟牙齿有问题了，确实会显著降低生活质量。然后小百合开始显摆她洁白的牙齿，慎儿被迫为自己的牙齿拍照，结果他却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好像听不到小百合说话的样子。大家才发现，现在慎儿经常发呆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与关注身体健康相比，我们更应重视心理健康，担心众人会来找慎儿家门口。然而，发现慎儿还没回家。这时白石回想起之前遇到慎儿常常拿着尿布在街上晃荡，听说慎儿一直在照顾他瘫痪的爷爷，而且他特别自责，认为如果不是慎儿犯的错误，可能爷爷不会一直卧床不起。慎儿得心理疾病是不是因为太累？大家越来越担心，就决定分开找慎儿。找了一整天也找不到。第2天，慎儿迷迷糊糊地去了学校，小百合拉着慎儿的手冲出去了。他们去了神社，小百合建议让慎儿拍张照片来改变心情，完全无视他人，自顾自地摆出姿势。但此刻的慎儿一点心情都没有，说了一句等下次再见，就准备离开。看着憔悴的慎儿，小百合温柔地说，无论是学习还是照顾，尽力而为就够了。如果真的受不了，别忘了有我们这群朋友可以依靠。听了小百合的话，慎儿终于松了口气，所以小百合找到了班主任，带着慎儿一起去了。看着还有点自责的慎儿，班主任很关心你，告诉你不要自责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我已经和你父母联系了，现在你可以好好休息了。
此时的慎二仿佛心中的一块重负终于解脱，眼含泪光低下了头。周末，小百合和大家一起约了慎二出来散步。好久不见的阳光让这个年轻小伙子迷迷糊糊地看着前面的景色。接着大家来到了顶楼，小百合把慎二的相机给了他。慎二终于看到美丽的风景，笑出声来，并感谢大家能够发现我有点不同。然后大家开心地一起拍了张合照，但小百合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看起来非常好的场景。下一秒醒来，却发现周围景色完全不同。这个衣衫褴褛的流浪老太婆在垃圾桶里找到一半剩下的饭团，大妈正在尽情享用辛苦争取来的美食。但是一个混混走过来，猛烈地打了我一下后脑，晕死了在地上，快不行了。大妈回想起年轻时那个追寻虚荣的自己，现在却变成这样了，在后悔和不满之间渐渐入眠。但大妈醒来时穿着学生服装，躺在校操场上，周边的一切居然变成了30年前的样子。突然传送过去，小百合慢慢开始接受自己穿越回30年前的事实，同时也决心改变自己糟糕的未来，并且通过逐步实际的改变，小百合慢慢结交了更多真心朋友，持续学习的热情不停歇，健康有活力的身体。然而命运却又给小百合开起了玩笑。就在小百合沉浸在对美好未来幻想的时候，小百合一睁眼，发现自己仍然躺在血泊之中。我刚才还在天台上和朋友们拍照呢。小百合摸了摸自己昏晕的脑袋，小百合被鲜红的血液惊醒了现实。小百合急忙问路人现在是几年，但是其他人却被这个肮脏的大妈吓了一跳，倒霉的离开了。小百合没时间思考，就用力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家了，并告诉自己，就算我回到过去，我之前所做的改变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会有什么影响呢？但眼前的情景彻底打击了小百合的心灵。小百合软弱地倒在地上，难道是个幻觉吗？小百合受到沉重打击后，无助地蜷缩在垃圾堆旁。原来这才是梦啊，一直在嘴里嘀咕着。但是那段回忆真的很真实。就在小百合出神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。真的是慎二吗？男人名字叫银次。看着这个无家可归的老太太一直自称慎二，男人不停地解释。银次觉得小百合很可怜，就把她带回了自己流浪的地方。看着这个年轻又帅的男孩子，小百合不明白为什么银次会变得这么惨。银次放下了手中的饭盒，开始练习了已经有2年半的舞蹈技巧。银次尴尬地说，之前我是个跳舞的，因为我受伤了，一切都没了。后来我就放弃了自己，做了很多坏事，父母也不再理我了。尽管努力自力更生，但最后都以失败收场。银次觉得小百合会取笑他这个无用的人，没想到小百合竟然夸奖了你的舞蹈，真的好厉害，你一定可以重新开始的。银次生气地说，没人帮，没钱，没地方住，人们还没有那么傻乎乎地接受这种废物，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还敢这样说话吗？小百合却意外地认真说道，你跟我许个约，假如我重新开始。银次，你也要重新开始，没有父母的支持，没有钱，没地方住，没那么天真的人会接受这种废物。为了让这些年轻人重新有起色，大哭的小百合决定先从自己开始改变。利用之前学到的防老知识，小百合立即确定了努力的方向。尽管穿得像个怪物，也无视别人的异样眼光，小百合总是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并且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知识。小百合一直在努力向着重新出发的目标迈进，踏实而坚定地付出着努力。3个月就这么过去了，银次还在为了生活辛苦奔波。突然，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大妈出现在银次面前。你还真是这副德行，听个不了啊！银次站起来准备嘲笑只会吹牛的小百合，但是大妈一转身却让银次尴尬的呆若木鸡。这时穿着漂亮衣服的小百合把石化的银次叫醒了。美女，你是哪位啊？两人又回到了银次的流浪地方。银次惊讶地看到小百合的变化，好奇地问她，这么短时间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？小百合淡淡地回答道，我又重新开始了，给我看看我新家的钥匙。我跟银次说，像我这样的人都能重新开始，你还准备这样继续堕落下去吗？心态改变了，行动就变了，习惯就变了，性格也跟着变，最终改变命运。小百合真的变化了，她的教导也很真诚，让银次感受到一丝希望的涌动。小百合求银次帮她拍脱胎换骨的照片，以纪念一下。银次兴奋地问小百合，我还能重新开始吗？小百合毫不犹豫地表示，当然可以。但当闪光灯闪亮时，小百合面前出现了穿校服的慎二。小百合急忙拿出镜子，我又回来了。难道那3个月只是幻想吗？小百合猜想，或许那3个月的努力是上天给自己的最后考验。小百合还没来得及多想，慎二给我递来了一个未来的意愿表。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，我已经有了应对计划。
但小百合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未来想做什么。看着身边的人都有明确的目标，并朝着未来努力奋斗，小百合也开始思考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了。什么事情能让自己快乐？经过深思熟虑，小百合最终做出了决定。我想多了解一些东西，结交更多的人，这比起来更加有意义。更重要的是，能和更多的人共同展望未来，这是我渴望的未来。